在伊朗的一户游牧民族中，一位丈夫给家里带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，引发了原配妻子凯蒂的极度愤怒。当她质问丈夫时，他不仅粗暴地将她推倒在地，甚至还威胁要将她赶出家门。心碎的凯蒂决定带着她的3个孩子离开。面对伊朗山区干旱恶劣的环境，她面临着未知的挑战。在这个艰苦的地区，凯蒂和孩子们的家仅仅是由石墙围成的简陋住所，这些墙是凯蒂自己一担堆砌起来的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凯蒂依然每天都在努力维持生计。一天，当她正在忙于家务时，她的丈夫突然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凯蒂的质问被丈夫无视，她只是忙着和久未见的孩子们玩耍。凯蒂试图与小老婆理论时，遭到丈夫的粗暴对待。她在孩子们面前被丈夫推倒在地。长期以来，凯蒂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，照顾着3个孩子，而丈夫常年在外。她不愿意分享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，决定收拾行李，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不再属于她的家。在伊朗，虽然法律允许一夫多妻，但凯蒂选择不忍受这种生活方式。她带着孩子们踏上了寻找新家的路程。孩子们虽然年幼，但能感受到母亲的痛苦，他们选择紧紧跟随她。一路上，他们穿越了山间崎岖的道路，最终来到了主要干道上。虽然山区贫穷，生活条件恶劣，但他们发现这里并没有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。凯蒂带领孩子们沿着河流下游，希望在河边找到一个适合安家的地方。他们还发现了一个不远处的集市，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生活必需品。河流下游，水流平缓，是一个理想的安家之地。凯蒂决定在河的对岸安家，这样她可以和令她心碎的丈夫保持距离。她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跨过河中的巨石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孩子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配合。他们终于到达河的另一边，凯蒂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决心，准备在这个新地方开始他们的新生活。凯蒂知道前方的路充满挑战，但她坚信只要有母亲的地方，对孩子们来说那里就是家。她决心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，即使这意味着要从零开始。她的勇气和决心在这艰难的时刻成为了她和孩子们的力量来源。就这样，这位坚强的游牧民族单亲母亲带着她的3个孩子，开启了他们新的生命旅程。走了一段路后，天色已经渐渐昏暗，他们来到了一个树木茂密的山谷。凯蒂最终选择在一棵粗壮的大树下安营扎寨，这里有宽阔的地面，是个理想的安家之地。这里的植被丰茂，也有利于未来的放牧。凯蒂和孩子们来到树下休息，孩子们对周围充满了好奇。小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下来探索新的家园，稍大的2个孩子很快就适应了这里，开始玩耍。幸运的是，附近有其他牧民，凯蒂向他们借来了一把锄头和一把铲子，这应该能帮助他在天黑之前建立一个简单的住所。对于伊朗山区的游牧民族来说，建筑似乎是天生的技能，就像是本能一样。因此，凯蒂毫不犹豫地开始工作，挖掘出一条沟渠，铺设大石块，使地基更加稳固。他在这个斜坡上挖平地作为地基，为他们的新家做准备。途中，小儿子和哥哥姐姐玩得累了，纷纷入睡。凯蒂只得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将小儿子安顿好后才继续。不久之后，他铺好了一排石头，用锄头挖高的地方，用铲子填充低的地方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过程。很快，一个坚固的地基就完成了。孩子们也渐渐长大，看到妈妈独自一人辛苦工作，纷纷上前帮忙。尽管凯蒂并不指望他们能做多少，但看到孩子们这么懂事，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。在工具的帮助下，凯蒂很快就把地基建好了，然后铺上了毯子，用作今晚的住所。由于天色已经很晚，其他工作只能等到明天再继续。凯蒂迅速收集了一些干柴，准备为孩子们做晚餐。孩子们已经饥饿难耐，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他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。不久之后，太阳西下，周围变得一片漆黑，山里的夜晚特别阴暗。幸好凯蒂带着一把手电筒，而大女儿也非常懂事，用手电筒为妈妈照明。虽然匆忙之间，凯蒂只带了一些干粮，但她拿出几块放在篝火旁加热，当做今晚的晚餐。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填饱了肚子。晚餐后，孩子们开始感到困倦，山里的夜晚格外寒冷。凯蒂为他们盖好被子，然后拿着手电筒守在他们身边。在这寂静的夜晚，偶尔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一些狼的嚎叫声。尽管困难重重，凯蒂知道她必须坚强，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新的家园，一个能让他们安全幸福的地方。